理想 i6 開了一段時間，今天的視頻呢會和大家聊聊這台車的使用感受，聊聊我的選配後悔了嗎？聊聊我從增程的 L7 Pro 換到這台純電 i6 到底有哪些體驗上的新改變。視頻的第一部分，我們先來聊聊我的選配後悔了嗎？那麼選配的第一項，白色車漆。完全沒有後悔啊！白色是我認為最亮眼、最耐髒，也最符合我對一台 i6 這樣外觀設計車型最期待的顏色。我曾經有一點點糾結銀色，銀色也很好看，但我仔細想了一下，還是更喜歡白色。我覺得現在的理想車漆色彩還是太保守了。你說50萬的車，你追求商務沉穩配色，我可以理解。20萬的車，難道不應該主打時尚年輕嗎？選配的第二項。白色內飾，白色內飾應該是我永恆的選擇啊！打開車門那一瞬間，明亮通透，讓人心情舒暢。缺點呢，就是白色不如其他2配色耐髒，特別是鞋子会提到的區域。開了幾個月啊，我這台也是有一些鞋印啊。但是呢，你用濕紙巾稍微擦一下就好了。然後呢，我现在就用普通的紙巾，然后加上一點水，來給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注意這種皮革材質的，注意不要使用酒精。我們來擦擦看。好了，基本上擦乾淨了。大家如果非常在意的話，或者說你家裡有一個对吧小魔丸，非常喜歡燈塔的話，那麼你就考慮優先選擇深色的內飾。否則的話，我個人覺得白色還是最好的一個選擇。選配的第3項。流媒體後視鏡和後艙娛樂屏，它們2個是打包在一起的。其實選擇這個選裝包呢，我主要是為了這個流媒體後視鏡啊，這是我用過的最好的後視鏡了。視野寬廣，屏幕明亮，可以在設置中去調整縮放比例，調整視野角度，調整屏幕亮度。當然了，如果你更習慣傳統的後視鏡呢，也可以一鍵來進行切換。鏡子後邊有一個小小的機械開關。同樣的路況啊，我們對比一下流媒體後視鏡的視野和傳統後視鏡的視野，你會發現白天視野更大，不會被座椅遮擋。同樣的路況，對比一下夜景流媒體視野和傳統後視鏡的視野。晚上畫面明亮，不會被後車大燈反光。唯一吐槽的呢，就是這個後視鏡的4邊邊框不等寬呢請原諒我一個數碼愛好者對於邊框的執念。再說一下打包的這個後艙娛樂屏體驗。那因為我平常一個人開車比較多，對於後艙電視的使用需求比較少，所以如果它不打包的話，我可能就不會選它了。但是既然已經選了，也來聊聊體驗。這塊娛樂屏啊，比之前理想 L7 上的那個娛樂屏大不少，屏幕素質非常高，和價位接近的小米7和 Model Y 相比呢，這塊娛樂屏的體驗要強太多了。娛樂屏我推薦給3個群體啊。第一個呢是帶娃用戶，就是小朋友沒有自己的手機，路途中可能會吵吵鬧鬧，這個時候電視動畫片就能很好的安撫情緒。第二個呢就是長途自駕，2排有個電視可以打發無聊的時光。第3個則是特別喜歡看各種直播的用戶。这是我最近發現，在車上看直播這個事兒還挺好的。你說看一場籃球直播或者看一場網球直播，這種更即時、更隨機的內容更適合在車上觀看。如果你不是我剛才提到的3個群體，那麼呢這塊娛樂屏的推薦等級我就會往下放一放了。畢竟現在是一個人人都有手機的時代，畢竟前邊有2塊這麼大的屏幕，而且我發現就是爸媽他們如果坐後邊他們還是會更喜歡看自己的手機多一些。對於流媒體後視鏡和後艙娛樂屏這個選裝，我是否後悔，就取決於理想之後是否會單獨上線這個流媒體後視鏡的選裝。如果它單獨售賣了，那麼我就後悔；那如果它依然是打包售賣，我就覺得可以接受。選配的第4項。後驅和標配輪毂，我沒有選4驅啊，就選的是後驅，然後加上標配的輪毂。然後這裡有3個原因供大家參考。第一個原因呢，就是自然要花錢。如果它是標配4驅，那4驅也就4驅了，對不對？像我之前的理想 L7 Pro 那4驅就4驅了。第二就是針對北京的使用感受，北京地區一年下雪的次數屈指可數，所以說雖然4驅在雪地它會更穩定，但是使用時間太短，我會覺得不划算。去年我有印象，北京下過一次大雪，那場大雪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還有印象啊？那個路面結冰之後，那個滑的程度啊，不管你是後驅還是4驅，全是原地打轉。所以4驅防滑這個選項呢，對我來說就沒有那麼強的吸引力。第3就是4驅這個東西啊，真的是你開過你才會有感受。就我第一台 Model Y 和 L7 Pro 都是4驅的，但對我來說，絕大多數都是在市區的駕駛體驗差別不大。我擁有過，就沒有那麼強的執念去追求了。而且呢，4驅因為它雙電機嘛，耗電會更高一些。我看大家的反饋啊，4驅的用戶大概100公里耗電應該是在17到18度左右，後驅呢大概是在14到15度左右的電啊。所以說4驅它的續航要會更短一些。對於是否需要選擇4驅我個人的建議啊，如果你就是一個普通用戶，家庭購車，你對之前對4驅和後驅沒有那麼強的差異概念，那麼就選擇後驅妥妥夠用。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想開一下，想體驗一下4驅是什麼感受，或者你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雨雪天氣，更容易出現打滑的情況，你想追求更安全，那麼你可以考慮4驅。技術這個東西呢，很多時候別人說的終究是別人的體驗，很多東西你自己感受一下，你一下子就明白了。至於輪毂的話呢，那肯定是大輪毂更好看了，但是普通輪毂我也覺得很好看啊，開起来跟踩风火輪似的。選配的第5项，
鉑金音箱。因为我是理想老车主的缘故啊，所以说这个鉑金音箱呢是送的。如果它不送，我个人就不会选了，因为我个人呢对于音箱的需求没有那麼高。但是我知道大家很關注這個點啊，所以我找了一台普通的高級音箱版本來給大家做一個對比。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以上就是我選擇這台 i6 白色車漆、白色內飾、流媒體後視鏡、後艙娛樂屏、後驅，然後標配輪毂、鉑金音響這樣一套選配的理由啊，供大家參考。那麼聊完了選配是否後悔這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們聊聊 i6 到底是一款怎樣的車。關於這部分呢，我會從駕駛、續航、舒適、空間這4個角度來聊聊我的使用感受。那我們第一個部分聊一聊駕駛。我到目前為止啊，開過理想推出的全部車型 ，i6 這個加速踏板和剎車踏板可以說是理想全系最舒適的腳感反饋了。如果仔細分別的話，可能是要略弱於 Mega。Mega 我開的時間久了，有點記不清了。i6 這個新手上腳就很好踩，你不需要適應，沒有剎車箭頭，比我的23款 L7 Pro 那真是好太多了。關於減震、雙腔空懸，在日常使用的感受 ，i6 和 i8 是非常接近的。在這裡呢，我就不詳細展開了，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視頻作為參考。我對於駕駛目前的抱怨就是缺少一個單踏板級別的強動能回收。大家注意啊，是單踏板級別，不是單踏板，也就是說可以通過踩台加速踏板去精準的控制這台車的車速。單踏板這個技術呢，我目前體驗下來，我覺得前3名啊，我開過的前3名應該是寶馬、特斯拉和小米。關於這個功能，我之前跟理想聊過，理想給我的反饋呢是這個功能他們內部是有爭議的，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怕出現安全隱患。但是我個人覺得單踏板這個體驗，它除了能夠增加駕駛的樂趣，還能夠大幅的提升續航，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體現一個汽車廠商它的技術產品力。我覺得理想現在不應該只追求舒適了，而應該開始追求先進。在駕駛環節呢 ，i6 的車身尺寸是它第一大優勢，4.95米的長度啊，要比我之前的 L7 短了10厘米。我跟大家說啊，除了更好停啊，除了路口掉頭一把回輪的可能性更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心理層面會暗示你它更好停。出門的時候，你可能就會優先選擇開這台車，就無論是你自己停還是輔助駕駛，都更大概率停入狹窄車位。另外，最近升級之後呢 ，HUD 就抬頭顯示，在狹窄路段還能顯示兩側輪毂的視圖，很細心，這個小設定很細心啊。我覺得 i6 真的是一台很適合城市駕駛，特別是城市狹窄路段駕駛的這樣一台小車。駕駛的最後一部分，來聊聊大家比較關心的輔助駕駛，就現在到底進展到哪一步了？我先說明啊，我這個測試的時候呢，它還是8.2的系統版本啊，這2天才推送到8.3。最近的這一系列測試呢，從市區到環路，然後再到高速，我的一個最深的感受就是，現在變道變得非常堅決了啊，就是很凌厲痛快的完成變道，沒有半點遲疑，這點是給我很大的驚喜的。第二個給我覺得很大的驚喜的就是，當前車出現加塞兒的時候，它會很精準的去預判前車的車速和自己的車速。就如果它能計算得好的話，我的車減速幅度是非常小的，這一點是讓我感覺很舒適無感的這樣一個感受。我現在在市區已經完全可以放心大膽的開啟輔助駕駛了。在這裡我遇到了一個優化不好的場景，就是雙車道並道，然後變成單車道。理論上按照交規應該是交替通行，對不對？但是在現實當中你會發現根本沒有人會讓你交替通行，就你稍微遲於一半步，旁邊那條道的車就過去了。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擁堵路段，然後它要強行的去並到那條線上去。然後呢，我們看一下它的策略，也看一下這個禮讓的程度，其他車禮讓的程度，看看能不能讓咱們。哎，這個沒有讓。這個呢，這個他搶了一下。第3個呢，第3個迅速跟上。第4個呢，第4個馬上過去，這個不行了。所以咱們，哎，他走了。第5個，好家伙，咱們接管一下吧。還是，我覺得整體上來說還是太謹慎了。對於這種很擁堵的，人家沒有讓你的話，基本上就根本就過不來。
說起來呢，我是可以接受在这种本身有交通規定，但是現實世界大家不那麼遵守交通規定的前提下，輔助駕駛呢出現不知所措的情況。但是我覺得理想是不是可以出現一個，比如說當系統幾次想完成這樣一個操作沒有成功之後，它會彈出一個提示，告訴駕駛員來主動接管呢？因為從我自己對於輔助駕駛的理解啊，我從來不要求說輔助駕駛是100%由機器駕駛完成的，我更追求一個輔助車機和人的一個協同操作。就如果你能把車和人這部分銜接做好，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駕駛體驗。接下來這一段輔助駕駛呢，是在沒有劃線的小道上雙線行車，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時兩側還有非機動車和行人。我覺得這一段處理的整體是相當不錯的。中間我是人為干預了一下，其實本身不干預啊 ，i6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這種小道我比較擔心會給對向的司機他造成困擾，所以說這一段整體表現我覺得相當好，放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參考。那麼說完了駕駛，關於 i6 是一台怎樣車的第二部分，我們來聊一聊續航。i6 充滿表顯 WLTC 標準呢是590公里，你可以理解為這是春秋天，你不需要開空調，這台車在真實世界中的最高續航表現。那如果我開啟空調，我呢是給大家在北京最冷的49天做的一個測試，但是那天戶外也是零上9度啊，所以說也沒有特別的冷，供大家做一個參考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出發前剩余電量是30%，預估剩余續航177公里，開啟空調21.5度，然後我在城區加高速最高120公里時速行駛了28公里。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行駛了28.1公里，行駛了44分鐘。然後驅動電耗是13度，每100公里13度。到達目的地之後呢，表顯剩餘是25%，這個時候預估剩餘續航呢是147公里，也就是說表顯掉了30公里，所以我們反推實際續航大概是560公里左右。理想在設置當中呢，還有一個預估續航的選項，這個是根據每個人的駕駛習慣、空調習慣所計算出的續航表現。但是我自己測試啊，我覺得不太準。比如說這一段也是高速加城區，出發前它的表顯剩餘呢是84%，剩餘續航里程呢是379公里。然後我實際駕駛了39公里左右，到達目的地表顯剩餘是76%，剩餘續航呢是349公里。也就是說，實際駕駛的39公里要比表顯掉秤30公里多了1/4。然後在北京冬季的日子裡，我如果充满電的話，這個時候預估續航啊，注意是預估續航，也就是結合我的加速啊，結合我開空調、冰箱這些經驗，大概是473公里，供大家參考。充電方面呢，我是最近去理想的那個5C 充電樁，大概充了6-7次吧，但是這個我的運氣比較好，這6-7次都沒有出現排隊的情況。這幾個呢是後邊那是理想5C 充電站，你看現在這兩邊車都是滿的，但是理想這塊都沒人用。然後這兩個最遠端的這兩個呢是5C 的。理想這個5C 的槍完全不笨重，就插槍過程非常輕鬆，你不用像跟那個勇者鬥惡龍一樣啊，跟那個大蟒蛇一樣纏鬥。然后你還可以使用理想的積分抵扣電費，雖然是5C 超充裝，但是價格呢也並不貴，這一點我一直感覺非常好。i6 從18%開始計算啊，花費了31分鐘充到98%，這個速度非常快。需要注意，在這30分鐘左右的時間裡，其中前20分鐘就已經從18%充到了95%，而從95%充到98%，就這3%的電花費了10分鐘，佔了總充電時長的1/3。關於 i6 是一台怎樣的車的第3部分，我們聊聊空間啊。在一個4.95米長的這樣一個車身尺寸當中，擁有這樣一個2排空間，我認為這是理想 i6 最大的、最核心的一個優勢。大家請看，這是副駕正常坐人的情況下对比 Model Y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膝蓋和頭頂的空間差別。然后这呢是对比小米Ü7，大家可以看一下膝蓋和頭頂的空間差別。如果你想讓2排乘客擁有最舒適、最放鬆的2排體驗，那麼 i6 就是非常棒的選擇。不過呢，2排座椅我覺得有一個不足啊，就是傾斜角度還不夠舒適。關於2排座椅呢，它的角度是這樣的，首先它可以直立啊，當然這個直立我覺得日常用處可能不大吧，畢竟這麼坐的也不是特別舒適。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座椅向後靠，大家注意，大概靠到這樣一個角度它會停。如果我們再撥動這個按鈕，看到了嗎？它可以再向後傾倒個2-3度。現在這個呢 i6 是35度，如果能夠再往後靠5度，因為 L7 它的最大角度就是40度，我認為那個角度呢就更加舒適了。另外還有一個第2個不足，就是2排這個扶手下落的質感啊。L7 大家記得嗎？它是有那種緩慢阻尼的，慢慢下降，質感非常好。而 i6 就是哐當啊這種感覺。後備箱对比理想 L7，大家可以看一下，甚至比 L7 還長了1厘米，
還多了一個下沉空間。然後呢 ，i6 還支持一個前備箱，但是有一個前備箱細節，大家比較诟病多的就是前備箱它不支持電動的升降。駕駛的過程中，車前機蓋很容易積累很多灰塵，這個時候小手一按啊，一手灰。因為我自己日常沒有那麼多的裝備需求啊，我一開始還覺得前備箱電動好像也沒有那麼需求高吧。但是我上網看了一下大家發的帖子，好家伙，大家把這個前備箱利用的真是很多啊。比如說我看到有的網友就是前備箱會去完超市装好多瓜果蔬菜，然后還有的網友就怕海鮮在後備箱有味道比較腥，會放在前備箱裡去隔絕味道，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用途。還有的用戶回鄉下老家的時候，後備箱裝滿了，然後前備箱我看裝的還有一桶雞蛋什麼的，就装的真是满滿登登的。所以看来前備箱大家使用的頻率還真的是比較高。那所以這個位置 i6 的前備箱不支持電動開合呢，就是一個小小的遺憾。我估計可能能到下一代改款的時候，能把這個電動前備箱加上。對於空間部分的總結啊 ，i6 在車身短了10厘米的情況下，它的2排空間、後備箱空間是跟我的理想 L7 是幾乎接近的，但是它多了一個下沉空間，同時還多了一個前備箱，所以这就是一个春节版属于你自己家的貨拉拉。那麼關於 i6 是怎樣一台車的第4部分，我們聊一聊舒適。我認為舒適是 i6 的另一個殺手鐧。首先我們說一下座椅啊 ，i6 這個座椅支撐性很好，然後又包裹性很強。我不得不說，這次 i6 的定價確實是破釜沉舟。我加上這個娛樂屏選裝之後，這台車的價格還要比小米和特斯拉更便宜。i6 呢是每個月自帶20GB 流量，前3年免費，日常反正對於我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實際上我看電視根本這個流量用不完，所以日常我還會把它打開熱點，然後分享給比如說電腦啊或者平板啊。長途出行的時候，2排乘客拿着 iPad 也可以隨便刷。如果從2排的舒適性和拓展性來說，我認為i6 是我的3台車裡表現最好的，包括它的大電視，包括它的冰箱，包括它的隱私簾，包括它的遮陽簾，包括它的座椅，再加上空調啊、小桌板啊，真的 i6 的2排真的就是一個當你結束了或寒冷或炎熱的一天你會想念回到車裡的那樣一個2排獨有空間。i6 是沒有零重力座椅的，但是呢它是有一個皇后座椅，還有個單人床模式，這個部分呢我們會之後再給大家詳細講解。這個之前我刷小紅書的帖子，我發現有網友反饋說 i6 的空調冬天不熱，然後我於是對比了一下我的 Model Y， 室外是零下3度，車內是零上6度，同時設定空調是21.5度最大風量。你可以看到剛開始理想 i6 它的制熱確實會慢一點啊，但是差別不大。5分鐘的時候 Model Y 呢是11.4度， i6 呢是10度，其實這個時候車內就已經比較溫暖了。然後理想開始逐步縮小差距，18分鐘追平達到18.9度，25分鐘的時候理想是率先達到了21.5度。如果沒有測量設備，我自己體感應該是和特斯拉差不多的。第二個補充細節呢，就是我看到有網友反饋啊，升級了新系統之後說 i6 車內的降噪表現變弱了，我也來測試了一下。同一個隧道多減速帶，然後80公里匀速前進 ，i6 車內最低是58分貝，基本和理想 L7 是一樣的水平，比我測試的理想 i8 降噪能力還要更好一些。不過呢，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確定8.2系統之前的降噪表現啊，但是我覺得應該也跟理想 L7 差不多吧。以上就是我在使用 i6 之後的一些使用反饋。那麼今天視頻的第3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我聊一聊我這台車的裝修日記，看看有哪些產品值得推薦，哪些產品值得避雷。第一個我最關心的車載配件就是手機支架。這款支架其實在 Mini Cooper 那個視頻裡我就已經推薦過了，對吧？當初呢這個玩意兒是賣126，然後我後來這個買的時候只要50。這款就是只是通過 3M 膠粘在控制台上，然後支持 iPhone 磁吸吸附，你可以橫屏也可以豎屏，你可以旋轉也可以調整高低。在這個位置，我知道大家肯定有用戶很擔心啊，說這樣一個 3M 膠粘在車前的這控制台上會不會傷車呀？這個部分我跟大家說一下，我自己已經賣過3、4台車的一個感受啊，就是功能性的需求還是得以優先滿足自己為第一要素。你說你小心翼翼的把這台車保護的跟全新的一樣，你在賣車的時候啊，你車商也不會多給你多少錢，你保存的這麼好，純粹就是給下一個車主保存的。所以呢，經過我幾次賣車的體驗啊，我現在就是優先滿足我自己的使用需求，然後第二標準才是盡可能的不破壞車內的內飾。當然了，在這裡，如果理想能夠像小米一樣，比如說給留一個轉接孔的位置，讓用戶自由選擇去裝或者不裝手機支架，我覺得就更好了。所以現在呢，就屬於沒有辦法的辦法。第二個要聊的配件呢，是官方的這款中控下沉式儲物盒。這款外殼它是一個水磨石的質感，手感厚實，然後內側呢有植絨，顏色和車的內飾顏色是完美融合的。然後理想呢中間還加了一層，就是更充分的利用這個縱向空間。然後如果你手機比較多，對吧？像我一樣數碼愛好者，它後邊呢還加了2個限位器，你可以多放2台手機。這個配件質感是絕佳的，但是我覺得有個問題啊，就是
它側邊這個防護擋板有點過高了。就我平常在這個空間呢，我很喜歡把相機放在這裡，但是因為增加了這2個擋板之後，相機就放不進去了。所以這個部分呢，大家結合自己的使用需求來進行選擇。第3個我要聊的配件就是這個腰枕，哇！我跟大家說啊，這個腰枕真的是太好了，強烈推薦。我在下單之前，我會擔心這個腰枕會不會把腰頂得很靠前不舒服，但實際用了之後才感受才明白啊，它刚好填補了座椅轉角位置那個凹陷，去給腰部一個完美支撐。你也可以自己給它往上挪一挪，去調整支撐腰的不同的位置。這個腰枕前排2排都能用，所以非常推薦啊，这個非常舒適。第4個配件。Levis 眼鏡，其實這個配件呢，單獨拿出一期視頻來講都夠了。但是今天視頻呢，實在是沒有時間展開的，所以我快速過一下。Levis 的核心目標就是給理想同學這個 AI 大模型一個實物載體啊，一個落地載體。畢竟大部分用戶還沒有養成在車上和理想 AI 大談特談的習慣，所以說理想需要一個入口，讓大家和它的 AI 進行更高頻次的互動。理想同學，你說，現在黃金價格漲得這麼凶猛，還應不應該入手啊？黃金最近漲得快，主要是國際局勢和美元走弱帶動的，短期波動可能還會繼續。如果你是長期投資，看中它的保值屬性，現在入手沒問題，但別追高。要試圖短線賺差價，建議先觀望，等回調再進更穩妥。通過眼鏡，你除了可以問百科問題，你還可以遠程的控車啊，遠程的開啟空調。理想同學，嗨，打開我車裡的空調。我看一下啊，好的。空調打開了，你可以通過眼鏡拍攝錄像啊，你可以通過眼鏡聽音樂、打電話。對於理想第一款智能可穿戴設備來說，我覺得這個完成度很高。但是如果你想讓用戶真正的養成佩戴智能眼鏡的使用習慣，那麼你的錄像功能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強。今天要聊的第5個配件，官方吸盤射燈。我一直是希望車內在開燈的時候能夠柔和明亮，所以說對於車內的燈光配件我一直比較關注啊。這款吸盤設定呢，能支持3檔不同的亮度，同時呢還可以調節光線的聚散程度，這個功能性很棒。但是因為它本身這個燈體積比較大的緣故啊，我放在哪兒感覺都比較突兀，所以說這個不是特別推薦。第6個配件，理想小桌板，這是胡桃色的樺木染色貼皮工藝，就是表面它貼了一層木皮，內部具體材質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因为整個桌板的重量是比較輕的，我推測內部應該是沒有採用實木，用實木的話太重，這個傾斜就會比較嚴重。這個桌板轉軸的緊實程度剛剛好，支持向左向右和布置在中間的不同角度，你可以在車裡吃個零食啊、午飯啊，吃個便當啊、泡面啊，裝上之後很有家的感覺。第7個和第8個配件分別是用於睡覺的，一個是氣墊床，一個呢是簡易的睡眠套裝。我入手了單人氣墊床，第一次操作的時候不太熟悉啊，包括找點煙器，光充氣兒我就花了10來分鐘。這款氣墊床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官方按照副駕駛座椅和2排座椅的凹陷線條去進行適配，官方它通過氣體把下邊那個凹陷的位置啊全給支撐起來了，所以呈現出這個床是一個平面的這樣一個狀態。實測我182的身高啊，把枕頭向上推一些的話，腳是正好能夠伸直的。但如果超過我這個身高啊，那可能就不太容易伸直身體了。我自己感受了一下，上班族比如說側身蜷曲一點午睡是完全夠用的。而且我必須要說，這個氣墊床睡起來真的很舒適。單人床最大的優勢呢，就是它不會影響主駕駕駛。比如說你日常一個人用車比較多，那你開到單位，你床墊不用收起來，中午下來直接睡，对吧？晚上然後直接開車回家，這一點我覺得是要比雙人床墊更靈活的。對於睡覺這個場景呢，理想還推出了一個睡眠的簡易套裝，相當於用墊子把座椅凹陷填平，去模擬一個平整的單人床。這個位置理想是專門優化了副駕座椅的這個傾斜角度，也就是說，當你這個座椅打平的時候，它那個角度是可以和2排那個座椅能夠呈現一個比較平坦的這樣一個接觸。然後呢，它是用這個枕墊去把座椅的這個傾斜角度給它填平，它用這個腳墊把腿的這個位置給它填平。我自己測試了一下，如果你只使用這個簡易睡眠套裝的話，我會覺得還是有一點大頭朝下的感覺，就是因為2排的那個座椅它有一個傾斜角度嘛。這個時候如果你再單獨加一個枕頭或者加一個靠墊，把頭部再往上支撐一下的話，還是挺舒適的。所以如果你本身副駕駛用的比較多，但是你也想追求睡覺，我推薦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簡易睡眠套裝。裝修日記的第10個也是最後一個產品，是後艙娛樂屏的遙控器。說真的，作為一個資深的電視愛好者，我剛看到理想這款這個小遙控器的時候呢，我是不太滿意的。一個最核心的點就是我覺得它沒有10字實體機械按鍵，它是用一個觸控板，這個觸控板也沒有機械按鍵，就你按是沒有反饋的。你這麼操作的話就沒有電視機的那種快樂了。但是我自己在實際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啊，發現還可以。它是在兩側這個位置加入了觸控區，是支持上下來進行滑動的。光點放在左邊的時候我向下滑，
它就是調整屏幕左邊的這個上下滑動的屏幕亮度。這個快進該怎麼操作呢？就是下邊這個，看到了嗎？我只需要這樣向右滑，這個圓形的機械按鍵呢，當我按一下，它就退出了。所以在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這款遙控器是值得推薦的。只不過現在呢，車裡缺少一個固定擺放它的空間。那麼以上就是我使用 i6 的裝修日記。其實長久以来啊，理想的車一直被不喜歡它的用戶吐槽為冰箱、彩電、大沙發。現在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個小桌板，再加上一個雙人床了。但是大家如果仔細回想這些元素，你會發現這些元素恰恰就是我們最常見家庭裡的那些組成元素，對吧？所以理想它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夠營造出這樣一個環境。當你在疲憊的工作一天，或者當你在疲勞的自駕一天之後，回到車裡，你會想念的那樣一個像家一樣的舒適環境。所以理想汽車对於你的吸引力，可能就取決於你對於一個溫馨小家這樣的需求程度有多高。对于理想 i6， 我幾個月的使用感受，最讓我驚豔到的一點就是這台車作為一個24萬左右的一個售價的車啊，它除了在車身尺寸和車後排的座位少於 i8 和 Mega 之外，其他的核心體驗你會發現幾乎和 i8 或者 Mega 是相同的，沒有縮水的。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驚喜。所以對於一個像我一樣開了 L7 Pro 2年半時間的這樣一個老用戶，然後我自己添了4-5萬塊錢購入了這台 i6， 我覺得這個置換成本對我來說非常能夠接受。就是除了續航減少之外，其他環節全部提升了，尤其是駕駛體驗，這個剎車踏板的感受比我之前的 L7 Pro 好太多了。最後我相信對於絕大部分用戶來說，目前 i6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產能，對不對？就是它的等待周期太長了。所以我也希望理想能夠加大產能，讓每一個喜歡 i6 的用戶盡早能夠提到自己的小車，擁有一台自己喜歡的小車。它可能不是最貴的，它可能不是最豪華的，但它是最適合自己、最適合家人的那種快樂，我懂。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希望這期視頻能給準備購買 i6 或者已經購買 i6 下單等待提車的用戶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